托梦第8章专家会诊。我坐在卧室的椅子上发呆，完全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，脑子里一直重复着医生的那句话。我当时觉得那或许对杨警官而言意味着什么，但对我来说，这句话我无法接受。5点15分，几经思考之后，我决定还是拿起手机拨出了前一天下午要的号码。喂，一声干哑的嗓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听起来有些疲惫。吴医生你好，很抱歉这么早打扰你，我是……没等我说完，对方立时道：厉先生吗？我一愣，道：是我。我刚想问他怎知是我，他竟语速极快地抢着道：赶紧过来一趟吧，我们在隔离病区等你。等等，你有车吗？要不要我来接你？我还沉浸在最初低落的情绪之中，显然没来得及接受这么快的转折，一时之间迟来的肾上腺素向头顶奔涌而来，心脏再一次噗噗狂跳。7号阳他？不，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吴医生快速打断了我的担忧，道：但你最好现在就过来。好，我开车过来，10分钟。我迅速挂断电话，披上外套向外奔去。黎明之前总是至暗时刻，我停好车，顺着步行小道一路奔到2号楼，可是玻璃大门一一紧锁。我退回到路灯下，只见不远处的角落里，一小团橙黄色的火光忽明忽暗。这边，一个声音干脆的道，微弱的火光落在了地上，瞬间被熄灭。我听得出那是吴医生的嗓音。待我奔到近前时，他已为我打开了应急通道的侧门。随我来吧。他引着我走进了内部电梯。你应该早点给我打电话，吴医生道。他怎么样了？我连忙问。还是那样，不太乐观。吴医生摇了摇头，呼出了一口气，答道。我立时闻到一股浓郁的烟草味。可以尝试别的什么办法吗？我问。现在 S 国的专家正在和我们做线上会诊，慢我们7个小时的时差。吴医生走出电梯，挽起袖子，轻轻点了点手表，看了看我道：他们要在23点准时下线。也就是说还剩20来分钟。我心里盘算着。赫本医生，我理解你的意思。我看到隔离病区的医疗站里还有一位医生。刘主任。吴医生指了指正在说话的医生，对我轻声道。只见刘主任对着屏幕微微摇着头，道：但是你要考虑到某些客观因素，我不能在没有任何理论做支撑的情况下冒这个险。他现在体内的耐药菌是无法用常规的抗生素来消灭的，这一点我想你和吴医生都很清楚。我惊讶于屏幕里坐着的2男1女中，一个欧洲人样貌的白胡子老者竟能说得出这么一口流利的中文。老者道：病人现在面对的不是普通细菌，而是耐药性极强的超级细菌。一时间，我能感受得到医疗站里正有一股紧张的气息在空气中蔓延。刘和吴2人皱着眉头，相视而不语。老者转过脸，向身边2位中年人用外语低声说了几句，接着道：如我之前所说，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，但我希望你们明白，这个办法对于病人来说也许是唯一的希望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希望你们能尽快选出一个方案。老者看了看手表，对身边的2个中年人相互点了点头，接着又道：如果你们有需要，随时联系我的助理，
他们会把我的研究资料与你们共享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房间里安静了片刻后，我这才注意到刚才屏幕里的人已不知去向。闪烁着的无信号3个字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很显然，刘主任也注意到了我的存在。你好，厉先生。他向我点头打了个招呼。你能来，对小启来讲也是件好事。他从小就是孤儿，能多一个人陪陪，至少走时不会太孤单。刘主任长叹一口气道，同事这么多年，我们都算是他的至交。你虽然认识他时间没我们长，但你应该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几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学术上，能算得上朋友的也没几个，实在是可怜呐。一听到他这么说，我意识到希望的确不太大，我的眼眶再次一阵发热，烫到发酸。狂犬病这么快吗？我表示不能理解地问。我这样一问，还在叹息的刘主任立刻仰起了头，看着我，又看了看吴医生。你从哪儿听说的？吴医生微微皱起眉问我，他的手上不是有抓痕吗？我反问道。他是被猫抓过，不过已经排除了狂犬病的可能。吴医生道。那是为什么？化验报告确定的吗？我忙问。我看到吴医生的脸上露出了些许难色，咽了咽喉咙，没再说什么。刘主任这时道，不光血液组织，脑脊液样本也都分析过了，除了伤口有感染之外，并没有发现狂犬病毒侵犯神经组织的现象。再者，狂犬病毒的蔓延也不会这么快，况且，刘主任接着道，他并没有发生任何类似抽搐的神经异常反应。那就是说，我打算忍，却还是没忍住问出了这个问题。就是说你们到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原因？我问道。你说的对，但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是，他感染了一种耐药性极强的细菌，很类似，但绝不是医院里常见的不动杆菌。刘主任道。一时间，我只觉得头脑一片混乱。那领守人呢？他又是怎么回事？我问道。厉先生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有时候生命就是这样，谁会意料到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，却最终要了一个人的命呢？刘主任呼了一口气，紧接着道，你千万不要曲解我的意思，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一样。我想说的是，外表看再强大的人，面对细菌病毒这一类看不见的东西时，我们反倒是脆弱的。我无言以对，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我把他们大骂一顿，也解决不了什么。最终该道歉的人还是我。而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吴医生却打破了沉默。